绝壁洞穴门口为何修筑100米栈道？传言此洞为旧时土匪老巢，人称关刀洞。传闻洞道内藏奇珍异宝。20年前，当地富豪为进此洞，斥资100万修建绝壁栈道。为何距离洞口不足5米，打了退堂鼓？村民推测，老板遭遇了离奇事件。今日我们将利用专业 SRT 技术，深入此洞拍摄影像资料，为村民揭开关刀洞100年之谜。在我身后呢，就是非常漂亮的乌江。我们今天要去探索的就是近500年来无人进入的关刀洞啊！这个关刀洞据说在上世纪有人花100多万打栈道都没有打进去啊，最后是半途而废。今天呢，我们采用专业的装备、专业的 SRT 技术，准备进入此洞一探究竟。好了，开搞！现在我们正在寻找这个下降布绳的线路，这时候在密林当中穿梭，已经是来到了这个悬崖上方。现在我们的开路先锋寻途户外袍哥正在为我们开线。现在做了这个原始锚点。这是安全操作，而且这里是非常的平缓，也非常安全，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这是专业的 SRT 技术。好了，去吧。豪哥呢已经把线开到了废弃的栈道上面，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依次准备下降了。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这是专业操作。穿戴保护的情况下进行安全的探索。我们下降了70多米，终于是来到了这个关刀岩的悬崖顶部。从这里呢，横切大概还有6米的距离，就可以直接锁降了。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湛蓝的乌江啊，非常的漂亮。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我们这都是做了专业的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做好了安全的绳索保护。我们看一下这下面，哇，好漂亮！而那个栈道呢，就在那个方向。现在袍哥依然在前面辛苦的开线。好，我们继续前进。因为这个栈道靠不住，必须做新的安全系统。马上呢，我们就可以上这个栈道了。在这里啊，遇到了一株枇杷树啊，这是野生的枇杷树，好顽强啊！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它是完全没有一点土，生长在这个峭壁之上，太艰难了。这里能看到一些残存的钢钎啊，据说当初那个老板呢，花了100多万，请的工人呢，将这个钢钎打入这个石壁，然后再铺的这个木板，最后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开过去，为了就是寻找这个关刀洞里面的宝藏。但是由于当初呢，那个关刀洞里面有很大的水流出来啊，最后这个工程呢是半途而废了。现在呢，水流干枯了，而且我们呢是利用的国内最先进的这 SRT 技术啊，应该是问题不大。现在袍哥已经开到了那个前方去了。好了，我们继续前进。那边呢就是化乌基，中间呢就是乌江，而且这边呢是乌江的源头啊。这边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贵州毕节织金县，就这个织金县有一个织金洞，非常出名。我现在是打好了专业的保护啊，大家看这个木料完全已经腐朽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布的安全绳索一直过去的，这样确保万无一失啊！也请官方不要给我限流，给我大大的推流，推到2000万播放。看到没有？严防风，哇，好大一株啊！我在上面就闻着它的气味了，这个不得了啊，非常的少见。严防风，好，我们随着这个安全绳索继续前进。挂了3道保护啊，这个非常的安全。这个岩壁整体的高度差不多是300来米，它的栈道的宽度差不多是80多公分，如今已经残破不堪了。好漂亮的景色，这种景色大家也只能在我的视频里面看到了。就塞的这种木棒棒，这个应该是当时安这个钢钎的时候啊，这些工人用来扶手用的。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来塞到这里。好，我们继续前进。大家可以看到啊，是做了2道保护的，所以呢是非常安全的。大家一定不要模仿，也是请这个没有户外经验的朋友千万不要轻易尝试，特别是绳索技术啊。我虽然说
比较害怕，但是先猜一下这位是谁？技术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们来回个头来。啊！队友都在开我的玩笑啊，全部都掏出了相机。对吧，同志们？要拍一个小屁股啊！都掏出了相机，这个是有一点丢人啊。记录一下这个经典的时刻。恐高就是恐高，没有办法。说实话，这恐高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也还好，但是现在就有好了。你看他这时候又还好。历经5个多小时，我们通过袍哥布的这个安全系统啊，终于是抵达了这个关刀洞的门口。现在3关哥正在横切，马上就可以进洞一探究竟了。看一下当年这个老板为什么将栈道打到这里啊，就不继续前进了？为什么近在咫尺就不再进这个洞穴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继续出发。那个栈道了，就在我手指那个方向，离洞口大概是15米的距离，在那里呢就戛然而止了。现在向阳正在过这个横切的安全系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它是有一些碎石啊，刚刚跑哥在这里也有发现，就是这个岩壁上面呢有这种圆形的方孔啊，曾经这里应该是做的有木质的阁楼，如今呢看起来人去楼空了。人去楼空了，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有字啊，血写的吗？有血说，真的是血。哇，真的，天哪，这里有血说，真的是血吗？真的是血吗？是，不像吧？真像血的，高阶看到没？高阶了呗。牙齿印，看到没？50个，那不止，1两多。长龙坑深处的黄色金属会是神龙鳞片吗？这是一处千百年来无人涉足的地底深渊，波涛汹涌的地下暗河仿佛直通地府。来自地心的大雾笼罩了怎样的扑朔迷离？今天我们将利用专业的绳索技术，深入其中，探寻龙的传说。究竟这个长龙坑有没有村民说的那么可怕呢？我们这时候呢就开始步绳下降，准备去到坑底一探究竟，看一下神龙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好了，话不多说，站起，站起 ，Go！ 已经成功把线开到了这个洞口，我现在呢丢一个石头下去，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我的天，还在响！这开路先锋袍哥就在开始布线了，这个就是宾达尔光。我做好了安全保护，就准备开始下降了。保护站的旁边看到了一株天脉冬啊，嚯，这个非常的少见。这个长龙坑门口，哇！已经下降到第2段，刚才相机掉下去了。我这时候是挂在保护站上面了，大家一定不要模仿。这个旁边呢有湍急的河流，那个亮光的地方呢就是袍哥。然后往前走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我们继续下降，连续下降了150多米，现在终于是抵达了这个长龙坑的第3级平台。等到了我丢失的相机，摔成这个样子了。现在袍哥依然在开线，这个下面还非常的深邃啊，一个大裂缝。我们这都是穿戴了保护，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户外有风险，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好了，继续开干，专业的 SRT 技术。在这个下降点的旁边呢，发现了一株岩白菜啊。这个下面阳光非常的稀少，但是这个岩白菜依然在顽强的生长啊，非常的漂亮。哇塞！好了，咱们继续下降。这一层呢是要降到这个深潭里面啊。我现在是打好了专业的保护，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哈。这个前面呢是一个狭窄的裂缝，然后那个有电筒光的位置呢，就是它的第4级平台了。咱们继续下降。这里让我想起了阎王沟啊，就是这种景象。这个阴沉木从上面这个石化的痕迹来看，应该是下来了很多年了，不说1000年，800年应该是有了哈，非常的结实。走，继续深入吧，还不知道有多深。这时候雾蒙蒙一片，队友正在下降。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妙妙屋，这里面有人为码砌的石头，好神奇啊！在这个
200-300米深的长龙坑底下，居然有人为修筑的工事，嚯，太神奇了！现在队友到前面去了，我们继续下降。我们现在呢，就顺着这个水流继续向东道深处前进，前面已经能看到一些钟乳石了。哇，这也是人摆在这里了，可以看到这上面已经玉化了。不知道这个摆在这里多少年了，我们看一下，看到没有？非常的牢实，前辈居然是下降到了这个底部，200-300米深啊！我的天哪，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竖井，咱们继续前进。豪哥这时候正在开线，这是做了专业保护的，大家一定不要模仿。这里有一眼瀑布啊，有一股瀑布倾泻而下，这里下去并不太高啊，可能在8米左右。然后那个前面呢，就是非常狭窄的河道，一直往深处前进的。从这边下来之后呢，这个下面是一个深潭，差不多50多公分深啊。豪哥前面又出现了一个断崖，我们继续开线布绳。看到没？20多米，又是这种20多米的，这个好费绳子啊！做好了双道保护，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的瀑布，哇，好壮观啊！豪哥依然在开线啊，这个下面不知道有多深。今天跑不完了，能不能？豪哥的点点星光，这里下去不止30-40米，可能有60-70米的高度。咱们继续下降，大家一定不要模仿专业的 SRT 技术，专业的装备的保护，请官方一定不要限流啊！开干！现在我从那个位置降到了这中间的断崖处，这里有个小平台，哇，这简直就是水帘洞嘛！现在豪哥已经通过了这个水帘，往那边去了，走，咱们继续前进。已经冻得不行了，感觉说话都有点打高烧的感觉了。这个前面呢，这个裂缝感觉是深不见底啊，反正是雾蒙蒙一片，不知道有多深呢。扔个石头看一下，扔个石头看一下吧。好冷啊！我去，我的天哪！这个还有100多米。喂，快看这前头！什么？咦？哇！三棍！往上这发现了好东西！我的天哪！放在这里，放在这里！这什么？我的天哪！我靠！厉害了吧？放这里还有没有？天哪！长龙坑里面发现的黄色金属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物质，但确定它是金属的。我咬一下，我咬一下。哇，看牙齿印，看到没？哇，这啥？哇，软的哟！我的天哪！看一下，快看有没有？看一下还有没有？好冷啊！冷的不了。你刚刚怎么发现的？我在这里啊，我这一看就看见了，看到反光。哇塞！快走，太厉害了！那我们是不是找绳子继续下降哦？看这里，我靠，小伟又发现一个。哇，这个沉了，这个好沉啊！我们都放在这里吧。看一下，这里发现了好多。这里有一个，我去，洗一下。哇！天哪！我厉害了！看到没？又找到一个，又找到了，说明这一块很多，这是一个回水湾。好冷，放到这里。这水里面应该还有很多。投石问路，开干了！
这里是尼尔湖天坑，1800米高山有一处常年浑水不清的湖泊，具体深度无人知晓。每逢天气突变，湖面冒泡，好似沸腾。当地人猜测湖底可能连通暗河。接下来我们将利用绳索反穿尼尔湖天坑底部，好大一根阴沉木，看看两处秘境是否处同一地下水系。现在呢是位于海拔1850米的高山之上，从航拍里面看到的尼尔湖呢就在这个山包的后面。我们此次下尼尔湖天坑，也是为了探明那个沸腾的气泡是否跟这个天坑的底部地下水系相连。而向阳作为开线先锋啊，率先下降，我把这个石头扔下去，咱们看一下深度。哇塞，起码要200多米，对，好深啊！伙计，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自然锚点，穿了这根树啊。从这个角度看尼尔湖天坑，非常的震撼。请你们再不要说我们是寻宝的了哈！海拔1850米的高山之上，这样突然出现一个竖井，下面是绝对不会出现宝藏的哈。所以大家不要再带节奏说我们是寻宝的了哈。我们此次呢，就是为了探明这个地下水系是否和尼尔湖的湖底相连。我带的有100米啊，先看它高它看。你带去吧，深不可测，感觉是一个300米的深度。先锋传来消息，在第一平台下方还有一个100多米的竖井，这时候继续向下输送绳索。把那个直销洞里藏。有鸟啊，直销洞啊。啊，还有3个直销洞的蛋。我的天哪，看到没？这时候阿志在我前面去了哈，他在我下面2个点的位置，向阳的光完全看不到了，继续下降。现在看这个坑口比较圆，然后这个四周呢，坑壁上面都有水溶的痕迹。这实际上尼尔湖天坑算不上是天坑的规模，它的直径差不多只有4-5米，算是一个高山竖井了。安全换点之后，我们继续下降。那里咱们还发现了一只紫霄洞的巢。什么情况，两位？下面有一块1米多粗的阴沉木。1米多粗的阴沉木啊！3颗蛋哈，3颗蛋上面还有花纹。好大，好大！这里有一个，有2个哈。幸亏我们没从那边开线，不然的话可能要惊到他们。这是个葫芦口，我们现在处于它最窄的地方。下面又越来越宽敞了，我们继续下降。下降的时候，咱们就像坐电梯一样，上升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的爬上来。你们想不想看一下是如何上升的？待会儿展示给你们看啊。2位队友的灯光看起来很渺小啊，这里下去还有50多米就可以一绳到底了。现在最后一个队友，对呀，我还小鬼也到了，这是什么？阴沉木啊！你看这，我去，大家看，这好大一根阴沉木，向阳的脚下，好大一根阴沉木。大部分还被埋着噻。这直径都有1米多吧？我这里就在感觉到个，这么大一个，那边是不是会不会是空的哟？没动到了吗？来，石门。哦，向阳在这里做了一个点，前面说还有竖井，丢了石头没有？我再给你丢一个，丢一个。1、2、3。方方正正的一道门，我们姑且称它为地狱之门。这个洞道呢，它的方向啊，似乎是往尼尔湖那个方向前进的啊。因为可以看到，透过这道石门，后面还有空间。不过这里需要锁降下去，要么就是打横切。我们一直向下吧，因为这里海拔比尼尔湖要高出那么200来米。如果往下能够直接通到它的地下水系的话，探索起来就比较简单了。好，准备装备，开干了。有一个小平台。哦。对。这个就是，你看也是看不到底，这个非常狭窄的地方。好高的洞墙。现在呢，我们要随着往下。
从这个地狱之门这样下来呢，这个岩壁都是呈金黄色，而且上面有很多的滴水下来，岩壁被弄得非常潮湿。而且在我们的对面呢，能够清晰的看到一个像菜刀形状的洞口。我们分析这个竖井顶部啊，有可能就是尼尔湖。现在向阳还在继续向下开线，深水孔啊，在旱季的时候它是连通了尼尔湖的底部，然后有这个沼气啊，一些比较轻的气体向上翻腾，就引起了尼尔湖的水面冒泡。地狱之门下来是越走越宽。哎呦，好滑呀！花岗岩。哇，鸡血石伙计，鸡血石！这里发现了鸡血石。哇，一脉一脉的，这里面那个血丝能看到吗？很清楚哈，这一脉下来全是这样的血丝，这里能看得很清晰哈，鸡血石的纹路。向阳已经下到了这个竖井底部，很平了，而且在它的东南角还有一个洞道，继续斜过去了。我们继续下降。飞虎队，是一个什么动物摔下来的骨头？刚刚在这里表演飞虎队，一下给魂摔在这里了。有大型动物摔下来过，对，好疼。仔细看了一下，这边是没有动到的，但是这个竖井很高啊，差不多有70来米，一个通天竖井，上面有很多的渗水点。咱们分析这个就是尼尔湖的底部，有可能这个地上的泥土啊，里面有很多的气体，它在升腾的时候有可能会通到尼尔湖的底部。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想啊，也不知道究竟和那个有没有关系。这个下面偶尔能够发现一些骨骸，过往近来可能有不少失足的动物掉下来就再也没有上去过。这里还有阴沉木。这个下面没有其他洞道了，也就是说这个尼尔湖天坑我们就只能止步于此了。给大家表演一下如何上升的吧。就这个叫脚踏带啊，然后脚踏带连着手身有一根牛尾啊，是连着我们的安全带，然后这个是胸身连接我们的这个金环也是连接的安全带，这样就有双道保护。然后我们往上爬一步，这个绳子就会往下去一步哈。你看这看到没？这我现在只需要单手啊，我们要成了老手之后，一般就是单手上升的，单手上升嘎啊，看到没？这样就凶得很。我们一般有女孩子有这种队员在一起的话，我们必须就是说单手上升，这样显示了自己很有力量。如果爬不动了，我们这样双手。向阳先生表演的是负重上升啊，他这个包呢，差不多是一个35斤到40斤左右，里面有150米的绳索，还有开线工具那些。可以看到他爬得非常快，快吗？他是很猛啊，这是保证100%的安全。我们的绳索呢是破断拉力是46千牛，成功的从尼尔湖天坑里面撤到了这个下面平台这里，哎。马上就可以重见阳光了，重返人间。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天坑底部的城堡究竟是何人所建？为何而建？这里是位于重庆大山深处的一个神秘天坑，上帝视角看下去，宛若一个巨大的脚掌印，当地人称夸父天坑。相传是夸父逐日时在此留下的深深脚印，脚掌四周为刀削般的悬崖峭壁，脚后根部更是有一潭口塌陷，酷似广东通天罗天坑。上世纪村民在砍柴的时候，发现遥远的坑底有一神秘宝坎，不知其用途，坑底的谜团几十年来从未有人知晓。今日我们将利用专业锁匠装备进入天坑底部，实拍这处地质奇观。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这个夸父天坑的一角，这在一个蔬菜大棚的这个旁边啊。但是近几十年来呢，没有人敢下去。究竟下面藏着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就一探究竟了。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从这里望下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看下去是雾蒙蒙一片，然后这个周围呢都是刀削般的绝壁，隐隐约约能够看到天坑的底部。我们现在带了100多米的绳子，看能否到底。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去车上拿绳子。好，开始布绳。豪哥准备在这里布绳移降到底吗？移降到底哈。不知道100米的绳子够不够啊？应该够了吧？应该够了，不够我们再去拿绳子哈。我们来听一下深度。哦，可能120来米啊。好，现在都穿好了装备，大家一定不要模仿，我们是穿戴了专业的装备并且做了保护，在这个悬崖边边上拍摄，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好，现在呢我们就准备等袍哥开线，我们就下去探索了，看一下下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我现在从第2原始锚点降下来了，追上了袍哥。等电钻。你们不是一直想看我们搞通天螺吗？这跟通天螺的感觉非常的像啊，但是规模没达到那么大。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角落，在那个方向有一个洞口啊，好像是有个窗口，里面有一束光射进来。从这里下去，刚才用绳子量了一下，70-80米的，也不是很高。好了，现在我们准备下降，来到了这个起始锚点啊，这是做的一个自然锚点，非常的安全，这是一个保护站，我现在已经做好了保护，准备下降。我勒个去！我和阿志同时下降，从这里看下去是非常高的啊。我们穿戴了专业装备，采用了专业的 SRT 技术，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马上我们就可以揭开这个夸父天坑下面的城堡之谜了。好了，这就是通天螺的感觉啊！哇塞，我现在已经下降到了一半距离，感觉非常的漂亮。我们现在就是井底之蛙，我已经做好了保护啊，大家一定不要模仿，下面还很高。我勒个去！现在我已经下降到了天坑底部，阿志正在下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底部的面积差不多有1000多个平方。这个下面有很多白色垃圾啊，在此呼吁水江的同胞们一定要爱护环境啊！这么美的地方被污染了，感觉非常的可惜。我们可以看到，在我那个方向好像有一个大石板盖着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就过去查看一下。哇，大家看，哇，这好像是个地道。这里好像有个地道。哇，看到没有？这明显是人撑起来的哈，它下面垒的有一个这个石坎子，然后撑住了这个石块。这个下面好像是个地道，我来看一下。地道被封住的密道，这被封住了。哇，这边有很多百富巨鼠的粪便。哇，这块大石板，它究竟是在下面封印了什么东西呢？这个不得而知啊！可以看到这四周都有这个毛石坎子做的柱子。这个天坑可能100多年来都没有人下来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呢有很小的石头做的这个宝坎。现在我已经降到了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洞的里面呢，就是一根非常大的钟乳石啊，10几个人他们抱过来，像个大佛一样。对，里面呢它这有一个洞口。哇，这边有个洞道。好，这个洞道不深，我们下去看一下。哇，这是一个裂缝，下去要布绳，我们待会儿再来探索。我们先来看一下周边的环境是怎样的。哇，这上面好像是大佛的后面有一个洞道，我们继续探索。哦，这里跟那边是连通的，看到没？这个大佛是完全孤立在这里了。哇，那个下面好像有城堡，走，咱们过去看一下。哇，看到没？看到没？这里有这个石头马砌的坎子啊，它这个排列的方式不一样，它这个石头是竖起来的，就是这种小石块，它是竖起来砌的。这里非常的干燥。这边有城墙，有宝坎，快过来！哇塞！我们现在呢，就去往那个三角形的那个门洞那里，看一下过去是什么样的环境。
这边好像是一个远古的大小坑。哦，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窗口啊，能否可以通到那个夸父天坑的那个脚掌中心去？这里有一个大坑洞，大小坑。这是沉船老祖打坐的地方。成团老祖打坐的地方，这明显是人工马砌的一个城堡。儿子，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个古堡。大神确保。我勒个去！现在我们的袍哥已经站在了这座距今1000多年或者是5000多年的古堡之上，什么感觉？是不是有君临天下的感觉？没有，感觉非常好。没有啊，没有那种感觉。这个梯子有多少步？1、2、3、4、5、6、7、8、9步。啊？9步代表至尊。哦9步至尊啊！9步至尊。哇塞，这真的不知道这个古堡的形成原因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全部是这个小碎石块给码砌起来的，没有用一块大石头，看到没？哇塞！这边已经有的地方垮掉了，有的地方垮掉了。这个中间应该是埋了什么东西，你们感觉呢？不是以前住人的地方。不一定是宝藏，它有可能在里面呢是，就说埋葬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这个首领啊，或者是部落首领之类的哈。那我们还还是走上。哪里？赶紧哪里有机关？你没有看？哇！边石坝那里。对。那个地方有个小坑，你看没？是那个。中间那个是边石坝，漂亮的很。哇，看那个小坑旁边的那个石头垛子上面都已经结成了钟乳石，从这里看那个石头非常的像一个大佛哈，哇，太震撼了。现在我们从这个古堡下来了之后啊，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小道，可以看到这里是用这个石板给铺起来的，然后这个小道呢，它是一直延伸到了那边那个三角形洞口。我们现在呢就去那个三角形洞口看一下那边究竟有没有说的这个夸父啊踩出来的那个脚印中间那个古堡。哇，看到没？这里又是一个远古的小坑，我不知道这个翱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有一个形似水池的这样一个建筑。哦，这是灶，这里有个灶。哇塞！好，我们现在就通往了这个三角形门洞，开始登山了。这里是沿着陡坡急上啊。咱们看豪哥走的这个就是曾经的小道。回头一看，这个天坑，哦，像个帐篷哎，看这个大湖在那里。哇，真的，上面雾蒙蒙的，下面很清晰啊，非常的好看。咱们继续前进。这里就要攀登陡坡，这是45度的陡坡，一直上啊。现在爬到一半了，我们的瘸腿队长豪哥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好，我要开市区了啊！好，开市区，手脚并用，挂上了市区。哇塞，100公里只要2碗饭。现在已经征服了这个100米陡坡啊！这边本来是一点路都没有了，我们的开路先锋袍哥为我们用手扯出来了一条林间小道。看，哇塞，这路还整得挺好走，感觉都要走成大路了。哇塞，可以看到这旁边都是绝壁，这要不通过锁浆的话是绝对下不来的。啊，上面好像下雪了。这个下面像原始森林一样，还有这种远古的蕨类植物，非常的滑啊，咱们必须小心一点。这时候天空下起了雨啊，这个荆棘里面开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继续出发。哇，这前面有坎子，看到没？这里有坎子，看到没？这是人工马砌的坎子。我勒个去！阿志在哪里？我在这里。袍哥在哪里？我这里。老师哥。收到。好，都还在啊，都还在，就在这片密林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真的是密不透风的这个荆棘林，对面就是绝壁，而我这面也是绝壁，看到没？那寻找队友的话，
一是靠听声辨位，二是靠那个在这个荆棘林当中穿梭，只有这2个方法。啊，在这里发现了有一个古台阶，看到没？会不会这条古道呢，就是通往了这个夸父大脚印的正中心呢？咱们沿着这个古道继续前进。看，这里有站指引，而且这个下面啊，我们这样扒开看，这个下面磨的有包浆色，这里说明在很久很久之前一定是走过人的，因为这上面已经布满了一定的钙化物，就包浆外面有钙化物的话，那就代表很多年来没有人走过这条悬崖小道。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上去了。这个外面长满了荆棘林，在无人机里面根本看不到。豪哥顺着我放的这个保护绳，已经上来了这个最难的这一步啊，也就是那个始洞道旁边的这面岩壁，这样爬上来了。哇，大家看，这下面就是100米深渊。哇，这里有很多蓝天竹啊，这个蓝天竹可以作为盆景，看到没？非常的好看。在这里没有被人挖走啊，咱们也不要去动它。哇，这时候下好大的雨啊！所有的队员都非常安全的上了这条古道。哇，这真的搞不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真的太神奇了！我们爬着爬着爬到这个脚掌的这个侧面来了。嚯，大家看，那下面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好像还是密林啊，咱们继续向上爬，说不定我们能从这里爬出去，真的有可能哦。哎，我们采用绳索技术，已经攀上来了。现在老石哥、我和跑哥都已经上来，阿志正在上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和对面的那个松树的树底是水平的。如果这个夸父当时踩这个天坑的时候啊，这里是一块平地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来到了天坑口面这个位置。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直都在上行，这里上来差不多是一个50几米的高度，跟我们所降的那个高度相差不大。我们现在就来周边找一下，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大柏树，还有松树啊，都是这个非常粗壮的树啊，它的土条呢就比较厚啊，极有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走出来了。不用爬绳上升啊！我勒个去！哇！我的天，给我分析的没错啊！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走上来了。从这里应该能走出去。我们是从这里下降的，这里到那个大佛，然后走到这个位置。哦，应该在这边啊，在这里，在这边。对，我们现在前面应该是一面，农田。我们穿越这个松林就可以到达农田。对，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阿伟，你看这个是什么草药？营养货啊，这个就叫营养货吗？对对对。啊，这个叫营养货。加油站，这个就是加油站。我操！你可以终于是穿出来了。今天过程呢可谓是一波三折。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关注我，带你看不一样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好了，绳子不要了，已经结束了。哦，还要接绳子。拜拜。